事实上，美国经济正充斥着高度不确定性，债务违约还可能延长或加剧银行业危机。今年3月以来，美国硅谷银行、标致银行和第一共和国银行等3家银行机构先后爆雷，因出现流动性危机而被关闭或被接管。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有研究显示，美国至少有186家银行面临类似的情况。一系列因素叠加，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士开始公开表态，应该要回归理性，跟中国做生意。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克里希纳莫尔说，民主与共和两党应该在对华问题上维持跨党派合作。他坦诚，美国无法和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但他又说必须去风险。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一直走对华强硬路线，其工作重点就是与中国展开高强度的经济与安全竞争。此前，该委员会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人权问题为由，阻碍中美经贸领域合作。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罕见公开表态，不寻求对华脱钩，被舆论认为是美方寻求对华经贸关系缓和的新迹象。目前，美方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美方对这些关税持何种态度，将是下一个值得观察的窗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进行了谈判，但没有取得突破。您认为这件事情将如何演进？梅西你好，美国总统与国会谈判提高债务上限是一场政治游戏。拜登以前说过不会和麦卡锡谈债务上限的，应该提高，不提高呢就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就会危害美元信誉。但是现在呢，不也和麦卡锡谈判了吗？而是政治谈判呢，就不会一帆风顺，起码呢不能显得一帆风顺，不然呢就不叫政治游戏。所以现在呢出现两人没谈拢是早就预料到的。那么接下来会怎么谈呢？拜登政府呢是要求继续提高债务上限，麦卡锡呢则要求政府大幅削减开支，这是一个前提。政府呢拿不出削减开支的方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就不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很显然呀，美国政府呢将继续讲述不提高债务上限的种种灾难，就像财长耶伦所说，不提高债务上限呢就会导致债务违约。出现债务违约呢，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将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同时呢，推高家庭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账单。而共和党议员麦卡锡呢，则坚持认为，如果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那政府呢就可以无限度的开支，让美国背上更多的债务，一样呢对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共和党呢，在美国政治中呢属于减税派。只有对债务上限加以控制，那么才有减税的空间。那么按照以往的做法呀，今后的讨论呢，大概有2个选择：一是在提高债务上限时，同时捆绑上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法案，比如说削减政府开支相关的法案，两党呢达成某种妥协。自1978年以来呀，国会把提高债务上限与其他法案捆绑呢，出台达到了32次之多。二是拜登政府绕开国会，自行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无论哪一种啊，现在呢都好像很难达成。当然呢，为了显示两党都很强势，也不排除呢让政府停摆几天，或者呢把债务违约的日期延后几周，但最终呢会提高上限的。因为出现债务违约呀，对美国来说呢真的是灾难。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会不会变相推动其他国家去美元化进程呢？这两者间有关联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经济实际上呢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啊，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开启了不受约束的美元时代。美元信用的扩张呢，使得各国需要持有大量的美元交易及结算，并且呢将剩余的美元呀购买美国国债。这就导致美国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美国呢要降低财政赤字，想少点借债，只能是开源节流。但是两党呢都没有动力缩减赤字，总是希望呢凭借美元霸权，不断的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举债过高呢，就会出现还不上账的可能，也就是债务违约。如果真出现债务违约，那对美元信誉呢将造成沉重的打击，迫使其大幅的贬值。同样，如果美国不断的提高债务上限，即便没有出现债务违约，
也不过是延后了违约的风险，会促成美元走弱，降低美元信用。现在呢，世界上出现的去美元化，就是看到美元的风险。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还有呢，美国把美元武器化，加上呢，美联储提高利率，实际上呢，是在对其他用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国家呢进行控制和压榨，使得许多国家呢都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所以呢，不少国家都通过去美元化呢来降低风险，与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可以说，美国越是债台高筑，这个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呢就越大，美元信誉呢就会降低。所以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就是去美元化。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4月26号，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发表华盛顿宣言，受到区域国家高度警惕。但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韩期间，尹锡悦进一步表示，不排除让日本加入美韩华盛顿宣言。此举立刻引起朝方的谴责，称韩国对美仆从，对日屈服。韩国民众也指责尹锡悦政府对日奉行屈辱外交，正在主动用美国和日本组建三边枷锁，限制自己的主权。 양국은 북핵 위협에 함께 노출돼 있습니다. 그 어느 때보다 안보 협력이 중요한 상황입니다. 그리고 이 워싱턴 선언은 일단 한국과 그 미국의 그 양자 간의 베이스로 그 합의된 내용입니다. 그렇지만 일본의 참여를 배제하지는 않습니다. 尹锡悦7号在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透露，将寻求让日本加入华盛顿宣言。10号，朝鲜首次通过媒体对此作出回应。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网站由我们民族自己当天发表评论宣称，韩国对美仆从，对日屈服，终于如美国所愿的是韩日军事勾连关系进入鲁莽的实践阶段。该评论称，此举为美国基于韩美日三边军事同盟搞亚洲版北约提供了机会。从朝鲜的角度呢，他最近呢虽然说做了一些表态，但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低调。我觉得这个与最近应该说美韩同盟的强化，美日韩三边的合作，更多的是停留在外交的表态与相关的成果文件里面。应该说更多呢还是一个象征性意义。从朝鲜的角度呢，还是听其言观其行。我想他也会看接下来呢美韩美日韩去怎么做。如果说美韩美日韩将相关涉朝的一些威慑，也相关的一些表态和成果文件呢付诸实践。所以我想如果说这样的话，朝鲜一定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华盛顿宣言的本质就是一份涉核宣言，有将核战争引入朝鲜半岛的危险。其最危险之处是韩国邀请美国时隔40年派战略核潜艇到半岛。此外，根据这一宣言，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诺对韩提供核保护伞，新增韩美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增加朝鲜半岛周边美战略资产部署。美方还表示，将协同韩国作战，并不排除使用核武的选项。朝方强烈批评华盛顿宣言是集中反映穷凶极恶的对朝敌对政策的产物，旨在把反朝核战争打造成既定事实。此时，尹锡悦政府提出让日本加入华盛顿宣言，尤为值得警惕。分析指，尹锡悦无底线讨好华盛顿，是为半岛局势火上浇油。实际上，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终结了对朝阳光政策，以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大胆政策为宣传的幌子，实际上迅速一边倒向美国，而美国则趁机要求韩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以塑造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持续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在东北亚地区将日韩视为马前卒。美国多年来一直想要将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两对双边同盟升级为美日韩三角同盟，而去年5月以来，美韩不断升级联合军演规模，刺激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强硬回应。美国则趁机推进美日韩军事联系。日韩强化合作的时候呢，都是以所谓的应对朝鲜的威胁，为这个名为借口，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双方这样一个合作，它远远溢出了朝鲜半岛这样一个范围。你比如说，直接涉及到俄乌冲突，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台湾议题。而另一方面，虽然日韩领导人时隔12年成功实现穿梭外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成型19年来，其中有12年处于停摆状态，足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日韩旧恨未消，又添新的局域。日本将在今年夏天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太平洋，
而韩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首当其冲要承受最大剂量的核污染风险。虽然尹锡悦在接待岸田时表示将派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但有韩国环保团体仔细研究后发现，韩国并无可能干预日方排放核污水的可能，就属于过去打酱油。韩国济州研究院学者撰文表示，日本政府以经济理由回避专家提出的多种核污水处理方法，而是选择了可能引发人类灾难的最坏的方法，将犯下大错。在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问题上，中方和韩国民众站在一起。1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就强调，日方出于一己私利，把全世界置于风险当中，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令人失望不安的是，日本置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于不顾，依然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发展进攻性武器，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和专守防卫的承诺，还不时出现为二战时的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喊冤的言行。